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手机简史呢，我们依旧是一期番外篇。前面那个番外篇呢，我们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手机品牌就在咱们身边的非常陌生的传音。如果你没看，可以去翻看一下，非常精彩。今天我们这个要讲的，可以说它不是手机，但是却一统着手机江湖，也是一个你非常熟悉但是又陌生的品牌，那就是高通。尤其是安卓厂商这边占据着非常大的话语权，即便你不用骁龙的芯片，这个不用高通的硬件产品，但是在软件，但是在网络，但是在专利上也都绕不开这家公司。即便是苹果和华为，在很多地方也都绕不开高通。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高通是如何一统手机江湖的。多说一句我们推出的手机简史这一系列的视频呢，多少都有点好看不火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三连支持一下，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不客观真铁，小白测评马上开始。说到高通，它的创始人厄文·马克·雅各布绝对是站在技术最前端的人。雅各布1956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电机工程学系，1957年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电机与计算机科学硕士，1959年取得博士。毕业之后，59至66年间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66至72年与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教授；1965年出版教科书《通信工程原理》。在这一段时间呢，他全部都在做学术，而且颇有成就。而3年之后，也就是1968年，雅各布与安德鲁·维特比创办了 Linkbit 公司。这个时候，雅各布才35岁。1985年，52岁的雅各布从自己创立的第一家公司光荣退休。但是不甘寂寞的雅各布闲鱼了3个月之后，决定和自己的朋友重新创业。1985年7月，他与安德鲁·维特比等6个同事一起开启了新的创业之路。因为雅各布本人就是通信专业，所以创立的新公司也决定从通信做起。而新公司的名字就是高通，其实它就是 Quality Communications 2个单词的缩写，寓意高质量的通信。虽然方向有了，名字有了，办公室也有了，一家披萨店楼上的一间办公室，但是雅各布和创始人们并不知道该做什么。在接受半导体行业观察的采访时，雅各布说过，高通创立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详细的商业计划，也不知道实际的产品会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数字通信和无线通信技术一定会在未来人们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高通的初期做的就是卫星系统移动通信的解决方案，这和雅各布的第一家公司多少有一些相似第一家公司一开始也是面向卫星通讯的技术，而在解决通信技术问题的过程中，雅各布最终看中了一个充满前景的技术 CDMA。 这个时候距离 CDMA 的问世已经过去了43年，并且 CDMA 的问世其实也很传奇因为 CDMA 前身的发明人士并不是一个专业人，而是好莱坞的明星海蒂拉玛。原因也很传奇，原本海蒂拉玛只是和聚会上认识的钢琴家乔治安塞尔讨论塑身的问题，但是聊着聊着就讨论到了拉玛第一任军火商丈夫说过的问题当时的遥控鱼雷的无线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无法命中目标。他们是怎么从塑身问题聊到鱼雷上面的这个咱们就不管了这个曾经选修过通信专业的拉玛和钢琴家安塞尔讨论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既然钢琴有这么多按键来发出声音，那么随机改变无线电的频率，不就可以极大的减弱干扰了吗？1942年8月11日，海蒂拉玛和乔治安塞尔从美国专利局获取了名为秘密通信系统的专利，专利中一共使用了88种频率这个数字正好也是钢琴的键数。获得了专利之后，拉玛并没有开发这个专利，而是转交给了政府。实际上，拉玛的技术最终被应用到众多无线电通信技术中，其中就包括 CDMA、WLAN、WiFi 和蓝牙等等等等。而终其一生，拉玛和安塞尔都没有从中获得任何收入，而且还承担着相关的专利维护费，但是他们的贡献最终会被我们铭记的。好了，说回高通虽然雅布看中了 CDMA， 但是当时是 TDMA 的天下，也就是2G 通信时代的主流通信技术 GSM。 但是雅各布明白 CDMA 拥有 TDMA 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容量。更大的通信容量可以减少网络成本，这一定是趋势。多年之后的现在也证明了雅各布的判断。当时的雅各布孤注 CDMA。 1989年第一个 CDMA 演示系统搭建完成。为了宣传 CDMA 的优势，高通还邀请了众多通信领域的专家参观。虽然受到了各方的质疑，但是最终技术展示证明了 CDMA 巨大的优势。与原来的模拟信号相比， CDMA 能支持的用户数是10到20倍，而 TDMA
CDMA 只有模拟信号的3倍，而这个可以极大的降低运营商的成本，毕竟更少的基站就意味着更少的硬件采购，也就更省钱，省钱就等于赚钱吧，运营商何乐而不为呢？最终在高通的努力下， CDMA 最终在1993年7月被美国电信工业协会采纳，成为了行业标准。成为了标准啊，推广就容易得多了。1995年11月，第一个 CDMA 系统在香港进行部署，这也是第一个商业的 CDMA 网络。1996年，韩国和美国也进行了 CDMA 网络部署。虽然技术卖出去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来了，如何说服手机厂商生产 CDMA 的手机呢？如果没有终端，网络架的再好也只是花架子啊，没人用。最终高通决定亲自上阵，自己制造 CDMA 的手机。是的，高通自己也做过手机啊。1998年9月21日，高通发布了自己的 CDMA 手机高通 PDQ。我想了一下，其实前段时间还真有一个小伙伴问我，高通为什么不自己做手机？后面就给你答案啊。这款手机搭载了 Palm 的操作系统，支持电话以及邮件上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翻转的键盘，而下面隐藏着160×240分辨率的巨屏，售价高达800美元。雅各布还将 CDMA 技术授权给许多的终端厂商，自己收取专利费，从而扩大 CDMA 的影响力。但随着 CDMA 手机制造商的增多，高通面临的新的问题，那就是高通自己做手机和基站，这让其他手机和基站的制造商有了顾虑，担心高通因为竞争不将技术和芯片授权给他们使用。于是1999年，高通决定将手机生产业务直接卖给日本京瓷公司，将网络设备业务直接卖给瑞典爱立信公司，而高通则专注技术开发、授权以及半导体业务，甚至是芯片，高通也只负责研发，不建立自己的芯片生产线。其实咱们现在想一下啊，也就是很多小伙伴问的，为什么华为的麒麟芯片不给其他家用呢？跟高通初期的时候是一样的，其他厂商怕受制于人嘛，你也做手机，我也做手机，但芯片是你的，哪天您老人家一个不爽不给我供货了，我不就凉了吗？2001年，中国联通将 CDMA 引进中国， CDMA 的首战正式告捷，而随着3G 的到来，高通才真正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其实从主流的 3G 知识 WCDMA、TD-SCDMA 和 CDMA 2000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来，与高通的 CDMA 有着莫大的关联。而高通凭借 CDMA 的核心专利和技术，坐稳产业金字塔的顶端，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换句话说， 3G 时代就是高通的时代，而凭借着绝对的话语权，高通也开启了自己的专利伞之路，疯狂收割。虽然说收专利费这个是应该的，无可厚非，毕竟是高通的投入研发的技术，但是高通收钱的方式着实厉害啊！一般来说，专利费都是按照涉及专利的部分收费，比如说一台手机，你用了我的专利，我收你5块钱，你卖了1万台，那就交5万块钱专利费，或者单纯的按照芯片的数量收费，等等等等。但是高通不，高通按照你销售的每台手机售价的5%来给钱，当然这个比例可能会有些波动啊，它不是按照利润，而是售价来收钱。如果你的手机卖100，那你就要给高通交5块钱；如果你的手机卖1万，就要给高通交500块钱。甭管你的产品做什么的，卖的怎么样，只要用了高通的技术，你就要给钱。然而手机厂商也并没有办法，因为你只要做手机，就几乎没有办法绕过高通的专利。高通的专利仿佛就是一座墙，挡在了手机厂商的面前，而高通就是站在墙前唯一的一个大门上收过路费。当然人家过路费也不让你白交，高通还利用自己的话语权，给了每一个交过路费的人一个保护伞，那就是高通的反授权协议，也俗称高通的专利保护伞。简单点来说，就是任何一个和高通签署了专利授权协议的公司，都需要把自己的专利也授权给高通，同时也放弃向其他和高通签署过授权协议的公司进行专利诉讼。也就是说，你只要用了高通的专利，交了专利费，你就不用担心其他和高通合作过的公司对你发起专利诉讼了。这个对于许多尤其是体量较小的手机公司而言，是一个极好的专利保护伞。尤其是手机行业，各家手机厂商都在不断申请各种各样的专利，一旦有侵权的问题，就是很大的麻烦。但是如果你做手机，一旦加入高通阵营，在通信这一块几乎就没有什么专利壁垒了。咱们也不用说人高通收费高啊，几乎所有国产手机都吃过这个专利红利。还记得苹果有一段时间修改了后台界面的动画吗？没错，这也是因为专利，而这个专利的背后就是高通。高通的这个做法最终引起了行业甚至一些国家的不满，这也让高通吃满了官司和反垄断调查。2005年7月，美国博通公司对高通发起反垄断诉讼，最终高通选择和解，赔付了8.91亿美元。2007年1月，韩国对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最终判处高通2.36亿美金的罚款。2007年10月，欧盟委员会根据诺基亚等6家公司的举报，对高通进行了反垄断调查，最终在2009年以和解结束。2010年，欧美基于 ASRock 的投诉启动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最终在2019年以高通被罚2.42亿欧元，约合18.7亿人民币终结。但是 ASRock 并没有等到胜利，因为它在2015年就终止运营
营了。2013年11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启动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2015年，发改委最终开出了罚单60.88亿元人民币，创出了中国反垄断法执行以来的单笔罚款之最。2016年4月，黑莓公司抗议高通公司收取的特定专利费用过多，获取了高通8.15亿美元的赔款。2016年12月，韩国监管部门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宣布对高通处以1.03万亿韩元的罚款，约合8.8亿美元，并要求该公司改变现有的商业做法。你可以算算啊，100亿以内的加减法啊，现在高通已经赔了多少钱了？但是还没完。2017年1月，苹果在美国加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向高通公司发起专利诉讼，起诉高通垄断无线芯片市场，并提出了高达近10亿美元的索赔。随后不久，苹果又在中国递交诉讼。1月25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表示，苹果已经在北京对高通提起诉讼，称高通滥用在芯片行业的地位，并向其索赔10亿元人民币。网络上有期调侃，高通公司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从来都不是工程师技术员，应该是法务团队啊。虽然官司多到数不清，但是高通的技术部依然是非常努力的。2007年的时候，除了 iPhone 的诞生，一起问世的还有高通的骁龙 SoC。2017年11月，高通发布的 QSD8250 成为第一款骁龙产品，65纳米制程工艺，采用基于自有架构 Scorpion，同时也是第一款主频达到1 GHz 的移动设备处理器，而这款处理器最终用在了索尼 Xperia 的 X10、谷歌的 Nexus One 以及 HTC 的 Desire。这是骁龙 S1 时代，而骁龙 S2 其实是和骁龙 S1 并行推向市场的，其中包括了 MSM 的7230、7630、APCO 8055、MSM 8655等7款芯片，均采用了 Scorpion 核心和 Adreno 200 GPU。而真正让我们熟知的第一款骁龙芯片，应该是骁龙 S3 系列的 MSM 8260，在2010年发布，依然是 Scorpion 架构，但是这款是双核心的，到了 1.7G 赫兹的最高规格。而搭载这款 SoC 的手机就包括了 HTC Sensation 以及索尼的 Xperia SL 以及小米1。随着为发烧而生的口号，高通的名号也随着小米手机的问世被中国人所熟知。2011年，高通发布了第2代自主架构 Crete CPU， 这个时候的骁龙系列还在以 S 系列分类。或许高通也明白了，如此的命名规则并不方便普通人分别档次的高低，也不方便记忆。于是，在第2年，也就是2013年1月，高通正式宣布了骁龙400、600、800系列的体系，而骁龙800也随之而来。同年 CPU 升级到了 Crete 400，高通再次提升主频并成功突破2 G 赫兹。而这一年9月发布的骁龙805搭载 Crete 450，更是将主频提升到了 2.7 G 赫兹，也成为2014年旗舰手机的标配。但是高通随后的操作让自己栽了一个不小的跟头，没错，那就是在我们整个手机简史里边提到好几次的2014年7月发布的骁龙810。作为800系列的正宗迭代产品，810的参数相比于前代801和805可谓是跨步式的，从4核心一跃为 A57 加 A53 大小核架构的8核心，而且搭载的 Adreno 430 GPU 在当时也是傲视群雄。但是步子太大了，最终还是扯着了蛋。制程这一次没能跟上参数，台积电20纳米的工艺并没有压制住 A57 4核怪兽庞大的发热量，选择公版 A57， 没有搭载自己的自研架构。想一想，当时可能高通是着急了，眼看苹果就要发布第一款64位架构的 A7 芯片，而联发科的多核营销又咄咄逼人，最终高通在810上没有选择自研，而选择了公版架构，最终就是那一年的旗舰杀手火龙810。市场是冷酷无情的，很快痛打高通。那一年的一些旗舰机 Moto X Style、锤子的 T2、LG 的 G4 之类的一些机器也纷纷放弃了810，而选择了稍逊一筹的骁龙808作为主力。2014使用过火龙骁龙810旗舰手机的小伙伴，你们在哪里？醒过来的高通终于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儿，之后的骁龙820终于回归了4核心的自研 Carol 架构，双核 1.6G 加上双核 2.15G 的搭配，配合架构升级的 Adreno 530 GPU 成为了那一年的最强 SoC。2016年1月6日 CES 2016国际电子消费展上，乐视 Max Pro 成为了首款搭载骁龙820的手机。下周能不能回国呀？但是这颗被寄予了厚望的820最终还是败在了功耗上，虽然比810有所好转，但是相比于同一年的 Exynos 8890，无论是在跑分还是在功耗上都要逊色不少。这也是三星猎户座最为骄傲的时候，只是没想到这个三星最后的挖坑葬送了猎户座的未来，也将自己的市场拱手还给了高通。而在骁龙芯片发展的这段时间里，通信行业的进步也让高通备受煎熬，因为4G 到来了。3G 的时候，高通凭借专利风光无限1+
独大。但是到了2004年，4G 开启了进程，备受煎熬的通信企业纷纷决定借此机会放弃 CDMA， 选择了 OFDMA。虽然高通联手了 CDMA 技术公司，共同研发了 UMB 标准，也就是 CDMA 2000的升级。虽然 UMB 相比于 LTE 依然有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其他通信公司还是纷纷选择 LTE， 让高通的努力打了水漂。可见大家的专利费交的真的是挺多的啊！毕竟大家都吃过你的鳖，还选择你，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最终高通自己也不得不倒向了 LTE， 失去了曾经最大的优势。但是高通并没有放弃努力，凭借雄厚的资本，在2016年收购了 Flarion 公司和旗下所有的专利，而这家公司就是正交频分多指技术的先驱，也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 OFDMA 以及 Flash OFDM 技术的发明者。本以为拿下了 Flarion 公司手握其专利，又可以安稳收钱了，但是最终高通还是被自己坑了。LTE 最终并没有采取 Flarion 的方案，这一次高通眼看着自己亲手建立的3G 帝国倒在了自己面前，但是凭借着过硬的通信技术实力，高通的 Turboman 和 Alamotima 依然被 LTE 采用，最终也就形成了在 5G 时代和华为的 Polymer 针锋相对的局面。这块涉及很多通信领域的很多专业名词，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要不实在是太长了啊！你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一搜。2014年，中国全面启动 4G， 高通在 3G 时代的垄断落下了帷幕。虽然高通依然在 4G 还拥有着不可逾越的很多专利，但是多少被稀释了些，也不再是一家独大、独占话语权的霸主了。而当时的 LTE 核心专利有 SFR、SOFDM、ICFDMA、Turbocode 等等等等，而华为就拥有 SFR 和 SOFDM 的专利。最终凭借 4G 核心专利的拥有者之一，华为也成为了高通最强劲的对手之一。而最先站出来挑战高通的手机厂商是苹果。在这之前，苹果和高通签订了长达3年的独占协议，在2016年协议到期，深受苹果关照啊，关照是加引号的啊，这个苹果立即选择了和英特尔合作，并且在当年推出的 iPhone 7上就混用了高通和英特尔的基带，很多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啊。而苹果公司承诺的数百万采购计划，让英特尔成功的收购了微锐电通，它是在 CDMA 芯片市场上与高通公司能够直接展开竞争的少数几家公司之一。而没有苹果的相助，英特尔自身并没有收购的能力。而高通也明白，苹果与英特尔合作一定会影响到高通在通信领域的主导地位。如果英特尔成功开发出全套芯片，不光是苹果深受高通关照啊，是加引号了，这个手机厂商们肯定也会立刻倒戈。而看到有望摆脱芯片威胁的苹果，选择了更进一步，直接挑战高通高额的专利授权费。2017年1月20日，苹果在美国对高通提起诉讼，指控高通垄断无线领域的芯片市场，并且提出了高达近10亿美元的索赔，并且宣布停止向高通支付专利费，从而开启了两者长达817天的专利大战。而高通选择了正面迎战。2017年5月17日，在美国加州，高通指控为苹果公司制造 iPhone 和 iPad 的4家制造商富士康、和硕、伟创和人保啊，都是中国公司啊，违反了他们和高通之间的许可协议和其他承诺，并拒绝就使用高通向其许可的技术付费。7月19日，高通在德国起诉苹果。10月14日，高通又在北京、广州、南京等5个城市发起了23个针对苹果公司的诉讼，并且要求禁售苹果的产品。虽然最终在美国的官司以高通败诉结尾，避免了高通在美国市场申请的禁令，但是在中国，高通占了上风。2018年12月10日，中国福州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了高通针对苹果公司4家中国子公司提出的2个诉讼临时禁令，要求他们立刻停止针对高通2项专利，包括在中国进口、销售和许诺销售未经授权的产品的侵权行为。其中产品就包括 iPhone 6s 至 iPhone X 共7款产品。随后，苹果迅速推送了 iOS 12.1.2 系统，版本说明内容中有一条推出了应用强制退出时的新动画，而这个小举动就是为了避开高通所拥有的动画专利。截止2018年6月，苹果和高通在全球打了50多场专利官司，而这些官司分布在6个不同国家的16个司法管辖区。最终，这场大战在2019年以和解收尾，苹果向高通一次性支付专利费，并且签订为期6年的授权协议，放弃双方之间的所有诉讼。而这一次，高通收到的和解金是45亿美元。在苹果宣布和解的几个小时之后，英特尔公司就宣布了取消5G 调制解调器芯片的开发工作。其实和解缘由也不难
难推测，因为 5G 来了嘛，国内市场已经在2018年就开始疯狂发售 5G 手机，拥有众多专利的华为已经在 5G 领域率先发力，算是已经抢了先了。英特尔的 5G 芯片还遥遥无期，环视全球 5G 芯片领域基本只有一家可用了，那就是高通了。如果这个时候呢还在旧船官司，那2020、2021丢掉的市场就不是45亿美元的事儿了。最终庞大如苹果也没能撼动高通。虽然我们对高通的了解大多数都是骁龙的芯片，但其实高通的主要利润来源都是专利的授权费。2018年高通芯片部门收入超过170亿美元，但净利润只有30亿美元。高通专利部门公布的收入为51亿美元，但是利润率高达68%，净利润为35亿美元，占比53%。其实业内还有一个调侃啊，这个高通公司的律师比工程师还要多，而聘请如此之多的专利律师的背后，还是那一个个无法逾越的专利高墙，技术才是最核心的话语权。回顾通信技术的发展史，2G、3G、4G 乃至现在的5G， 各家的专利技术之战其实就是话语权争夺之战。这也是美国如此忌惮华为，不惜动用谷歌从底层来限制华为的原因之一。如果下一代通信标准的多数核心专利被一家中国公司夺走，被华为夺走，那么将改变的就不单单是手机这一个领域了。看来创新和核心技术是企业长久站稳的唯一真理了。手机简史这一系列的视频呢，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我们本来计划推出3期，结果现在呢都快13期了吧。这个后面呢，我们已经不太知道需要再做什么品牌了。你可以弹幕走一波，我觉得差不多主流的都给大家做了啊。然后很多人说让我们做这个苹果啊，这苹果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我们再跟大家聊呢，也基本上都是那点东西。所以说苹果呢，我们在这个系列的视频里边应该就不会做了。后期再有别的系列的视频，我们再推出苹果相关的内容。基本上差不太多了吧。这个如果你还想看别的东西的，可以弹幕或者说评论留言都可以。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啦。更多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不科幻正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后面还有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还能更1期或者2期手机简史。拜拜。